我叫赵佑恩，我攻略了周星旭5次，每次都以不同的身份，只要让他爱上我，可惜从来没有成功过。你的喜欢真的很廉价，赵佑恩。你知道？我一直都知道，所以别再重来了。希望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周真旭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爱？谁会爱上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？攻略失败后，系统会将我抹杀。从一开始的爱意泛滥，到后来的患得患失，我没有亲人，更没有朋友，像一具孤独游走在这个世界的行尸走肉。我心里长满了野草，荒芜又寂寥。可悲的是，这种日子会无期限的延续下去，永远没有尽头。这次，我选择自己结束。判定攻略失败，系统开始重置该世界所有关于宿主的外貌记忆。开启下一次攻略，攻略名额新增一个选项。攻略目标为周金旭或程星野，宿主是否需要更换攻略目标？程星野，宿主是否确定更换攻略目标？确定。第6次攻略开启，宿主外貌身份已重置。这个谎，我答应过一个人，不再用它点烟。我是周金旭的朋友，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我替他跟你道个歉。你是他朋友？其实我跟他也不熟，要不加个微信？我觉得对你更感兴趣。是什么？哎，帅哥，还没加微信呢。给人下药了，救命！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靠发生关系才能解的药。如果你怀疑自己中招了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报警。
而不是随便找个男人。开个玩笑，不用那么认真吧？是谁？重要吗？你来这个地方，不就是为了找人玩吗？5分钟应该能解开，自己慢慢玩吧。哎，你会。攻略目标程星野是周京旭的哥们儿，攻略难度似乎比周京旭更高。程星野总是跟周京旭在一起，趁周京旭发现我之前，必须尽快接近程星野。系统，你答应我的事情真的能做到吗？当然，只要宿主完成攻略。我知道了。大妹子，没哥几个玩玩？好啊。救命啊！你别过来！有你多管闲事，人模狗样的装什么马总？你有人给我等着！我打电话摇人。快跑啊！周金旭，给你的。周金旭，你不是吧？跟小学妹多好啊！你要不乐意，我可截胡了啊！同学你好，我叫陈新野，不过你别追他了，追我很好追的。老实点，站好。我从不打女人，今天别逼我破例。赵佑恩同学是我罩的，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保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放心，今天你不用破例打女人。好，杀！别跑！站住！喂！那个下午，陈星也攥着我，逃命般的穿梭在城区的小巷子里。被抹掉的慌张，我想抬头暖阳春草，你给我简单拥抱，我想踩碎了迷茫，走过时光，睁开眼你就会听到，我想走进你要你信命吗？我昨天算了一卦，卦上说我今天晚上会遇到我9世修来的正缘，他将临危不乱救我于水火之中。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你。我不信命。是吗？那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得不信了。
我叫宋芝，宋朝的宋，栀子的栀，你可一定要记好了，我们很快会再见的。陈星野，28岁，成英律所的创始人，出身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都是老师，本科就读于国内一流的政法大学。毕业后进了法院，成了当时最年轻的法官。之后从体制内出来，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他诉讼风格很辣，有超过300场的累审记录，可以说是让整个红圈律所都头痛的存在，人称法界魔王。可以，就按照这个。攻略目标出现，开始计划第一步，进入成因。方舟的专利侵权案还没有新线索吗？好。知道了。方舟是老牌燃油车企，正在积极转型新能源，只是步子迈得太大，新能源还未站稳脚跟，就急推无人驾驶技术，想抢占网约车市场，动了别人的蛋糕，自然遭人眼红。是你？内部消息，号称被侵权的2个专利持有者，其实另有他人。说吧，什么目的？爽快。这是我的简历，我想应聘成英律所程律，也就是你的律师助理。你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都不错，不过什么？这个职位对应聘者的学历有要求，至少是法学硕士。宋小姐，你刚大学毕业？系统。宿主，数据分析，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。闭嘴。这些都不是问题，我是绝对有能力应付这些的。你信我，你的选择不会错。宋小姐，我不喜欢你，也不会喜欢你。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接近我，大可不必。你的喜欢真的很灵，谁会爱上你啊？就勇气高。有些人，你以为会纠缠一辈子，却在某一刻擦肩而过，互不相识。而命运会让对的人穿过迷雾，找到彼此。出了点意外，会议照常进行。宿主，面试失败了，以后接近程星野难度只会更高。找到了。你还有心情看小说？我在等人。在找我？陈星野，
你是？哦，我们同一所大学的，我是法律系的张晓，小你2届的师妹。啊。魔王，你追连载了？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我是说，这本书挺好的，看过的人都喜欢。你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记得你以前性格很开朗的，我是不是说错话？有人告诉过我，困难是无论你做还是不做都会过去的事情，所以你不用怕。陈星野同学，加油！我突然读懂了小说里常常描绘的男主身上的木质相，若有若无，像阴天的冷杉，也像冬天的雪松，不热烈，不疏离。嗨，又见面。嗨，又见面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？如果我说是缘分告诉我的，你信吗？宋小姐，每次见面你好像都会问我一个信不信的问题，所以程律还是一样的回答。没关系，我说过的，总有一天你会信的。昨天你哭了。怎么？想负责？你就不想知道我接近你是见色起意，还是别有用心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我都很感谢你。感谢？感谢你的关注和认可。不过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，抱歉。系统，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居然不知道？宿主，资料显示他没有女朋友。陈星野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希望你不要骗我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那既然你喜欢他又没有在一起，说明你暗恋他。那你可以暗恋他，我也可以暗恋你。你早晚会放弃的。老板，结账。小姐，刚才那位先生已经替您结过了，他说是当做之前失言的道歉。虽然变冷淡了不少，但骨子里的教养一直在。赵有恩，你是认错人了。认错人了？赵耀恩，我说过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不管你这次做什么，都是无用功。你真的认错人了。我叫宋芝，不叫什么赵有恩。我在成阴见到的人就是你吧？学聪明了，想曲线救国，然后从我身边的人下手。我告诉你，没用的。程星野这个人我最了解，他比我更厌恶欺骗，所以我劝你，最好离他远一点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想，我以前不认识你，以后也不会认识你。赵有恩，我不会让你成功的。
周京旭是因为这颗痣认出我的。系统只能修改置换关于宿主样貌的记忆。你攻略了周京旭太多次，他对你已经很熟悉了。根据这几次接触得到的数据分析，攻略目标应该不喜欢太主动的女人。请宿主制定下一步攻略计划。我跟程心也虽然不是特别熟，但也接触过几次。难道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，所以性格变了很多？之前光顾着追周京旭，没怎么了解过他。要是知道程星野喜欢的人是谁，应该有助于提高攻略成功的几率。看到他们，就像看到当初的我一样。宿主，攻略目标出现，距离15米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刚才他那个动作绝对是故意的。难道他喜欢这个女孩？你自己来的。还说什么有喜欢的人，搞了半天就是拒绝我的借口。难道他喜欢甜美类型的？自己来的，喝一个。这些女孩刚才不都撩过周星旭吗？这程心也是有什么毛病啊？专挑追过周星旭的。没想到他私底下是这样的人，亏我还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。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？宿主，周京旭发现你了。有人在追我，帮帮我！对不住了。程星野，还以为是什么痴情种。不都是男人？他走了。谢谢你帮我。你认识周金旭？我和他之前谈过恋爱。后来我把他甩了，他就对我怀恨在心，死缠烂打的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怎么没听说过他还有前任？你当然没有听说过啊！他被人甩了这么丢脸的事情，当然不会大肆宣扬。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要不想碰见他，赶紧走吧。哎。
你的遥遥领先，挂。没事，我还有备用机。哎，不行！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你这个手机多少钱？我微信转给你。不用了。不行，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欠人人情，不然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行，手机用了1个月，打个8折，2万，谢谢。哈，还真是个好手机。收款嘛，2万，都不能加个微信吗？不能，你不想赔啊？那就算了。不，赔，要赔。微信收款2万元。系统，我现在不得不相信你说的，程星野比周先旭还难搞。系统，你到底懂不懂男人啊？下次给我安排身份之前，能不能有品位一点？我哪知道这些男人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，只能怪你遇到的攻略对象都是奇葩。计划第1步就失败了。依照程星野的态度，想要进入成阴很难。谁说我失败了？这个班呢，我上定了，他不让我进，我就换条路走。换什么路？这是我根据委托人要求拟定的离婚协议。净身出户？什么净身出户？我去你大爷的！这个婚不可能离。离婚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的，咱们调解调解，本来就是件小事。小事？你的委托人不懂法，你就有义务执行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丈夫违背妻子性自由意愿，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，属于婚内强奸。我强谁了我？她是我老婆，我想怎么睡就怎么睡。怎么？法律还能管到我家床上了？我不愿意，是他强迫我，他还打我。谁家男人不打女人？我惯着你！夫妻双方感情不和，分居达到2年就可证明婚姻已实质破裂。就算没有拿到离婚证，在此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行为，就可按强奸罪论处。我作为职业律师的建议是直接起诉，但我的委托人顾及夫妻一场，不愿意闹上法庭，才同意私下调解，协议离婚。普法就普法，那么大声干啥？吓唬谁呢？我就不离。程律，请注意你的态度。虽然他们夫妻双方长期分居，但婚姻关系仍然存续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是婚内强奸。想要证据？我的委托人因常年独居，所以在家里安了监控。事发第一时间就按照我的建议去医院做了关于性侵的检查，并保留了报警回执。怎么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趣，就算把我告到法院，我也不离。喂，那个，我现在在忙。想顺利离婚的话，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
想顺利离婚的话，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什么？别说话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装作紧张害怕的样子，每隔3秒偷看对面一眼。现在做成为难的样子，然后说一句只能这么办了，之后挂断电话，告诉他你不离了。什么？放心，你听我的，我保证10分钟之后你就能达成所愿。只能这样了。陈律师，这个婚我不想离了。你确定？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没有，我就是突然不想离了。我去上个厕所。看吧，我都说了是件小事。看来程律打惯了商业大案，接这种法律援助的小案子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。陈律师，其实我要离婚，立刻，马上！我要离婚，立刻，马上！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不离吗？那是之前，现在我1分钟都等不了。我不想离。谁问你了？不行，现在就去民政局。离婚冷静期还有1个月。想离，先把离婚协议签了。你觉得呢？如果他愿意净身出户，也不是不行。签就签。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律师在想什么，这该转移的财产我都转移了。就算法院判我强制执行，大不了我当个老赖，不就是限制高消费吗？想花钱我还能花不出去吗？到时候我1分也别想得到。想当老赖啊？好啊，比起离婚官司，我更擅长于跟老赖打交道。不需要等到法院强制执行，我有1万种方法，让你把该给的都给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可是个律师，不能干违法的事儿。你想多了，违法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做。不信，你可以试试。程律的专长不是婚姻法，而是民商法。他要是想要一个人的债，你就是在吐鲁番，他也能给你翻出来。还离吗？离，当然得离。走快点儿，不知道民政局5点下班吗？现在是上午10点。程律，运气真好。确实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好久不见，喜欢我送你的见面礼吗？你做了什么，让他态度大变？事发之后，他想办法在他老婆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，监听并录音了他所有的电话。姐，这次炒股都亏进去了，连你的那份也没了，我们已经破产了。什么？哎，你不用怕，之前借的高利贷我会帮你打好招呼，到时候就让他们去找姐夫。你听我的，先稳住，千万和姐夫别离婚。他的钱大部分都是在你那儿，怎么算都是夫妻共同债务，他跑不掉。你是怎么知道他在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？又是怎么让他接收到你合成的假录音的？当然是靠系统啊，有金手指不用是傻子。雕虫小技，怎么？陈律喜欢我送的见面礼吗？你这是非法取证。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律师，你还需要谨记律师的职业操守。我知道了。敏锐的观察力，严谨的逻辑思辨力，善于变通的应变力，这么优秀的人才，如果是因为我的私人原因错过，是我的损失。
欢迎加入成瘾。谁会爱上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？赵有恩，你全身上下就写着4个字：一无是处。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我都很感谢你。敏锐的观察力，严谨的逻辑思辨力，善于变通的应变力，这么优秀的人才，如果是因为我的私人原因错过，是我的损失。欢迎加入成瘾。就算是讨厌和拒绝，他也没有贬低嘲讽过我。本来还想着，如果进入不了成瘾，就用周金旭的事和他做交换。现在看来，是我小看了他的格局和心胸。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我都在，只要我报警告你敲诈勒索，你的人生就跟我一样毁。这些明明都是你引导我做的，你想污蔑我？是又怎样？你为了你姐姐欺骗我的感情，害我失去工作，又让我在业内名声扫地。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就破罐子破摔，怎么了？是你插足我姐姐和姐夫的婚姻，我没错。你以为自己很正义吗？我贪财，你姐夫贪色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倒是你欺骗我的感情，你比我更下贱。我今天就让你进局子。你放开！剧情推演而已，不用那么认真，小心点。所以当事人是在和对方推搡的过程中导致手腕粉碎性骨折、头部受伤并产生休克。当事人以为自己误杀了他，所以才去自首。好在人及时抢救了过来，不过因为没有及时就医，脑部还是受到了损伤，具体结果还是要等伤情鉴定报告。重点是怎么定性？故意伤害和过失伤害，量刑差距可就大了。当事人是在感到威胁的情况下，处于恐慌抢夺手机导致的意外，并没有主观侵害意图，事后第一时间自首。没有及时叫救护车，是因为缺乏医疗常识。当事人误以为对方已经死亡，等待伤情鉴定结果，尽量争取按照过失伤害来辩护。如果换作是你，被人故意接近，骗取感情，你会恨那个人吗？我攻略失败，吃垮全网，您的外卖到啦！那个，我的外卖。师傅，是我点的。哎，大妹子，这么晚了还在加班？大家都是996的工人，记得给个好评哦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我给你也点了一个。谢谢。对了，你刚才这样，是怕……你的履历并不符合成瘾的招聘要求，合格录取，难免会有些风言风语。我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是吗？我还以为陈律是怕这些风言风语被喜欢的人听到，徒增误会。
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，说的挺对的。你是怎么想到攻略失败吃垮全网这个 ID 名字的？想知道？其实呢，有2个原因。这第一个嘛，是因为我喜欢看攻略系统玩；第二个嘛，是因为我有隐藏的身份，我是攻略者。你是攻略者？没错，我跟系统达成了交易，只要完成他布置的攻略任务，就能完成我的愿望。你就不想知道我的攻略任务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我的攻略任务是……这种鬼话你也信啊？你打了那么多案子，为什么还这么单纯？不行，我得给你下载一个国家反诈 APP。很好笑吗？我吃饱了，慢慢吃。我也吃饱了。宿主以小见大，由此可见，攻略目标是个高素质的人。闭嘴！好不容易的独处机会，哎呦，逗他干嘛？这儿不好打车。对，我现在就在排队等车呢。那要不然你送我？有驾照吗？啊？有驾照吗？有。明天记得还我车。那你呢？我家步行10分钟，明天见。他居然让我自己开车回家，你敢信？宿主，看来程星野对你确实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可是，他把自己的车借给了我，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说明在我还车前，我们在法律上都会被视为一体，只要出现任何的交通事故，他都必须要和我一起连带责任。都这样了，他都把车借给我，他对我应该是有点好感的吧？有时候乐观也是好事。宿主已经顺利进入成鹰，下一步攻略计划是第2步，搞清楚他的白月光是谁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祝我们团建成功！来，干一杯！哎，小宋，你别光坐着啦，难得程律破费给我们团建，你也来一首。是啊，来一首，来一首，来一首。我五音不全，怕什么？有人给你垫底。
我去唱一首。哎，你忙，我给你点。A Thousand Year。OK， 等我。Heart fast, colors and promises. How to be brave?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 to fall?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,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. 竟然敢放我们鸽子，我去把他找回来。算了，别浪费200块包金费。Colors and promises. How to be brave?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 to fall?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. 听说他爸因为高空坠物送过来，当时的人一直没找到，抢救了1个星期，人还是没了。他妈因为受不了刺激，当时就昏倒了。他好像是在法院工作的吧，挺好的孩子，哎，真是太可怜了。这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，虽然我五音不全，唱不好它。人活得越久，就会有越多遗憾。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，我们不得不勇敢。这是我老师的联系方式，他是国内最著名的民事案件律师，经常提供法律援助。你去找他，他肯定帮你。你是陈星野，你别怕，无论你做不做，困难都会过去的。里面有我所有的积蓄，一共30万，用它去做 DNA 检测，希望能帮你找到凶手。不用谢我，就当是我的临终礼物。YE。 I will love you for 1,000 more。 好，马上五音不全。哎呀，我去上个卫生间。刘律，给你点一首。你认识周金旭？我和他之前谈过恋爱。我怎么没听说过他还有前任？我接近是见色起意，还是别有用心？有时我怀疑那只是我傻瓜。是谁？重要吗？是因为我有隐藏的身份，不是公女人。不认识他。不好意思啊，她是我女朋友，她喝醉了。哎，你怎么证明你是她男朋友？她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？她叫赵甜甜，23岁。今天是她生日，一高兴酒喝多了，
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系统，你确定你不认识他是吗？不认识他。我需要确认他的身份。报警！旧社发现可疑男子疑似拐卖妇女，他包里应该有电话，通知他家人过来接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如果真的爱不会算计，还是不嫉妒不争好，做自己。不管你的回应永不窒息，你知道我真的爱你，没人能比你。医生都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但是会痛。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旷工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，我给你放几天假，你在家休息好了再去上班。对了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方便工作联系。哦。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有事随时联系。什么情况？到底是他攻略我，还是我攻略他呀？宿主，我只是掉线了那么一会儿，你们就已经进展这么快了？你那是掉线一会儿吗？你那是掉线了1个晚上。所以我错过了什么？之前还以为他很难搞，想不到这个程星野这么好攻略。看来我们这次终于选对人了。24小时不能碰水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谢谢你的关心。Taking out some coffee with a milk. Settle down, I stand with you. You are no bad. 我吓着你。Baby, for you, pieces you make. It's just everything right, or the thing that you like, babe. Can we talk, baby? Citizen. 程总，你有没有感觉陈月今天跟平时完全不一样？我进律所3年了，都没见他笑这么开心过。他心情肯定很好，居然都没训我们。这是一下飞机就直奔公司，连家都没回。新来的实习律师呢？你说宋芝啊，他去楼上找方舟集团的法务，沟通一下之前侵权案的情况。谁让他去方舟的？他分给李律师带了，李律让他去的。以后他给我带。赵有问，怎么又是你，先生？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以为你去成毅上班的事情我不知道吗？周金旭，你查我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终于肯承认了。
放心吧，我不会再纠缠你。你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，以为我还会信你？我确实是攻略者，之前的攻略目标是让你爱上我，现在任务已经失败，我不会再攻略你，你放心吧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换成别人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终于可以甩掉我这个讨厌鬼了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放开我！没听到他说让你放开吗？程星野，这件事情跟你无关。怎么会跟我无关？他是我公司的员工，他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找我。他是你员工又怎样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你前女友。我知道他是你前女友，那又如何？谁还没谈过几个渣男？他既然已经把你甩了，作为男人就应该当做自己已经死了，从他的世界彻底消失。你和我，你是我前女友。那个，我可以解释。我第一次听说，自作多情也算谈恋爱。你确实欠我一个解释。疼，我的手。你还想再进一次医院？方舟是你们成因最大的客户，你这样得罪客户不好吧？客户？我看你口罩之后有点脑雾啊。成因和方舟的合作，投反对票的那个人一直都是你。还有，友情提示，你再这么纠缠下去，马上就要吃到自己的瓜了。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没事儿。可是方舟是我们的大客户，要是他因此迁怒成因，那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，在我们的合作里，方舟从来都不是必要的一方，所以以后见到他，把腰杆挺起来，不要丢了我们成因的脸。嗯。其实我不是周星旭的前女友，我骗了你，我只是他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罢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是我自作多情，对不起骗了你，你一定对我很失望。你挺闲呀，还有功夫胡思乱想。回去准备一下，跟我出差去。出差？出什么差啊？去哪儿？去多久？我需要准备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开车去怀科要3个多小时，我已经让行政订好了酒店。酒店呢，离法院只有10分钟的路程，我们应该不会迟到。走吧。你该不会是想帮我系安全带吧？你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，
我充分的尊重且相信你的自主动手能力。最近无脑剧看多了，想多了。是吗？你坐一个异性的车，如果他主动帮你系安全带，通常意味着他要不觉得你是个傻子，要么就是认为他这种行为可以彰显他为数不多的男性魅力。这种自然的将女性地位放低的人，很难学会尊重别人。哎，那你跟女朋友逛街，你帮她拎包，也是在弱化你女朋友？问题不在于包，而是在于我这么做是他希望的，还是我自作主张帮他决定的。再有，我没有女朋友。早餐。怎么了？要不你还是坐到我后面吧。为什么？根据去年的交通事故统计，坐在副驾驶上的事故死亡率达到52.1%，而事故死亡率最低的就是驾驶员身后的位置。Come back tomorrow. Come back anytime. I'll be around here. 喝水。谢谢。还有1小时的路程，避免疲劳驾驶，降低事故率，剩下的路由你来开。嗯，我观察过了，你车开得很不错，算是个老司机。我可真是谢谢你啊。你不是说副驾的意外率是52.1%吗？对啊，我又不怕死。石头，他是不是在讽刺我？不用怀疑，他就是在讽刺你。好好看路，我的命现在就握在你手里。到了，程律，程律。相信自己的脸，当越靠近越看不见。本以为是苦是甜，心甘情愿，无悔无怨，当风景看一遍。心在离别前荡气纠缠，你只能转身后说抱歉，说声走到了再见，心甘情愿，无悔无怨。宿主，
难得两个人出来一趟，宿主不能错过机会。别忘了你的攻略目的。我知道，什么都不如攻略成功重要。哎，你说，要不我先去找他，想办法留在他房里。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，我就不信他陈生也是什么圣人，要为他的暗恋对象守节。Hung high and dry, where no one can see. If there's no one to blame, blame it on. 哦，我房间的淋浴坏了，酒店的人说明天才能修好，房间又满员了，所以想借一下你的淋浴间。啊，好。我很快的。Is it all okay? Will I come up some lighter? I can't believe it's always like this. I'm not home. I'm not home. Oh, you wasted. You wasted all.当有人让你感受到什么是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或许就是爱情来的时候。我好了，正好过来加班吧。加班？方舟的侵权案明天就要开庭了，我们把开庭的攻防重点最后梳理一遍。那我回去拿个资料。不用，资料我这都有。过来，开始吧。这个专利侵权案前后已经打了1年半，一审败诉以后交到了程英手里。现在2审开庭，终于找到了一些突破性的新证据。这个，我之前整理好的资料。有多久没见你？以为你在哪里？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？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原告指控我的当事人方舟集团侵犯了汽车专利，
但事实是，原告并非这项专利的真正所有者。这项专利的所有者因外籍身份，曾经委托原告行使国内的代理授权，但授权早已撤销。原告故意隐瞒，并以此牟利。根据专利法第19条规定，专利代理机构被撤销资质后，原代理行为无效。原告的主张不过是想利用法律程序来干扰市场竞争的行为。基于以上，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知识产权法的核心是为了保护那些真正的创新者，而不是那些试图通过法律漏洞谋取不当利益的人。综上所述，原告方的诉求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支持，因此，本庭认定原告二审主张不成立，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。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初衷是鼓励创新，而非成为市场竞争的工具。希望本案的判决能够为更多的类似案件提供参考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。我吃素了，要不要吃个好东西好庆祝一下？我请客。陈大律师啊，让你张阿姨在怀城帮你订了一家私家菜馆，说是环境好，味道更好，别老顾着工作，我领你去尝尝啊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老陈，阿姨说你会过来，我还不信，你小子还真来了。你跟我妈唱双簧呢？阿姨也是为了你好。听说我们律师协会会在怀城给未婚适龄的单身男女组织联谊，让我务必给你报名一个，你就当交个朋友。程律，这是相亲局啊？老陈，这位美女是谁啊？不介绍一下？你好，我是程律的实习律师，我叫宋芝。宋小姐你好，正好顺便给你师傅好好物色一下师娘。胡说什么呢？人齐了，咱们就点餐吧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接个电话。到了，怎么样？小姑娘都很漂亮吧？我看过照片了。妈，下次再有这种事，您可以直接跟我说。告诉你什么？跟你说实话，你会去？老大不小了，有些事情该放下了。人活着要学会往前看。我什么时候回过头？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您相信我，这把如果我赌赢了，您担心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听你的意思，是有人啦？那个小宋，你师傅平时是不是特别多人追啊？肯定啊，人家程律师长得又高又帅，能不抢手吗？你们还真是肤浅，这脸再怎么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啊！肤浅？难道长得丑就能当饭吃啊？程星野在业内可是有个魔王的称号，他做律师以来胜率就一直居高不下，可不比那些歪瓜裂枣强多了。你说谁歪瓜裂枣呢？哎呀，别吵别吵，大家呢都很优秀。当然，我们家程律条件确实不错，也蛮多人追的。不过他这个人吧，是个工作狂，除了工作就是工作。宋小姐长这么漂亮，又是单身，这程律师不也没兴趣吗？我看你们几个还是放弃吧。他只是一个实习律师，程律怎么能看上他呢？这话说的没错，你程律的条件选择太多了，光漂亮也没用。小宋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说你配不上。我刚跟校友打听过了，听说陈星野上学的时候有个青梅竹马，对方后来出国了。
他这些年一直单身，就是在等他的小青梅回来呢。小青梅是不是真的？陆莹，你说说看。对啊，我也想知道。这个吧，说起来别复杂了。之前在时光我帮了你，是时候还人情债了。老陈，你说你来这半天了，招呼也不打一个，介绍认识认识。我是被陆莹骗来的。因为一直单身，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很担心我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我一直有暗恋的人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我一直有暗恋的人。我喜欢了他很久很久，每当我想伸手抓住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消失不见。我想了好多办法，在他有可能出现的地方等待、寻找，等待他有一天能够看到我。是那个传闻中出国的青梅吗？我已经找到他了。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吗？哎呀，原来你暗恋我，早说嘛！早说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好认真啊！落日晚晴，就像一个大大的芒果。淡黄的好心情，晚霞几缕，滋泡着诱人的你答应我了？水蜜桃色。宋小姐，我们想道歉是吗？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我们不知道宋小姐是你喜欢的人。你们因为他实习律师的身份，觉得他配不上我。但据我所知，今天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什么大富之家，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，再通过司法考试，从实习律师一直努力到现在，终于可以独当一面。看不起实习律师，就等于看不起当年的自己。宋芝不仅聪明有才华，而且内心坚韧，漂亮只是她众多优点之中最微不足道的。是我才需要一直努力去匹配她。是我们以貌取人，说了失礼的话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们的道歉我接受，不过你得换一个道歉方式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办到。走吧。你在说什么？女生之间的小秘密。金旭，你看朋友圈了吗？朋友圈？什么朋友圈？朋友圈都在传，程心也脱单了，听说找的还是他律所的实习律师。你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他倒好。视频我发给你了。
回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程星也就要被人抢走了。不攻略我，换成攻略他。赵有文，你是甩不掉我的。哎，行李都没放就回公司加班呀？干我们这行，你得习惯。笑什么呢？是吗？我看看。你用自己手机看呗。野哥，你脱单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居然是在朋友圈知道的，你不爱我了？解释一下。怎么样，都发出去了吗？我让我大学校友发到他们同学群里了，里面不少人都认识陈星野。你呢？我给认识的同行都发了。务必要让每个认识程律的人都看到，人手一份，知道吧？这是小宋交代的任务，大家都帮帮忙。陆阳，你不是程律的发小吗？你给他每个同学群都发一个。不用了吧，这辐射面已经够广了吧？不行，这是我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帮一帮嘛，好不好？任陈律脸上写着他超爱3个字好吗？搞不好他巴不得大家一起见证他的幸福呢。也对，让我发了。坑完人就想跑。哎，我就是随便一说，我没想到他们这么认真。你随便一说，我的清白没了。哎，是你让我帮忙还你人情的。我让你还我人情，我没让你占我便宜啊。我占你便宜？哼，是谁说的？我不仅漂亮、聪明、有才华，性格还坚韧不拔，是他需要努力才能匹配的人。怎么说也是你占我便宜，不是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怎么解决？这样吧，我好人当到底，假装当你1个月的女友怎么样？1个月？到时候再分手。嫌长的话，半个月也行，太短了对你不好。好，就1个月。恭喜你脱单，男朋友。谢谢，女朋友。方舟侵权案的检验资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先归到我，我会再沟通，看是否反诉对方损害方舟的名誉权，要求他们进行相应的赔偿。好，那我去准备反诉需要的资料。有事儿？今天上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拐弯抹角的问我们的关系。所以你怎么说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咱俩还没对词儿呢，万一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，给你惹麻烦了怎么办？总之，做你男朋友是你提出来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之间不是怕给对方惹麻烦的关系，而是可以互相麻烦的关系。你的意思是让我依赖你？这件事情我也要处理。
站住！朋友圈的小视频都看到了，所以我的瓜好吃吗？好吃。老大，我们就是觉得你一个老光棍儿，传点绯闻就算了嘛。人家宋芝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又被人恶意造谣，这以后该怎么办呢？职场险恶，现在对女职员造黄谣的案子太多了。我昨天才刚接了一个。是啊，人言可畏。小宋才进咱们律所就碰上这儿倒霉事，你说谁这么缺德，把他跟程律凑一块儿？作为一名职业律师，你们还真是让我失望。来，宋芝，顺着他们的思路，给他们讲讲这个瓜应该怎么吃才吃得明白。第一步，尽可能的收集资料，保存证据，查证信息来源。第二步，将视频移交给技术人员鉴定，确保其真实性。第三步，如果视频是假，则整理好所有证据，辅助当事人准备提告；如果视频是真，和当事人确认是否为偷拍，未经同意传播他人隐私，起诉其侵犯隐私权。所以，我们该执行哪一条呢？视频是真的。我们律所没有未成年吧？是没见过办公室恋情吗？程律谈恋爱确实是头一回见。他是律所里的实习律师，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，该做的还会继续做，你们不用有什么负担。行了，瓜吃完了，给我个面子，别让人小姑娘难看。我想起来我结案报告没写。委托人，对我的处理结果满意吗？凑合。赵佑恩，你不觉得欠我一个解释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周金旭，我不会再攻略你，不是以退为进，也不是欲擒故纵。在我的眼里，你是一条忠犬。那在你眼里，我是什么？一个又聋又瞎的傻子是吗？赵佑恩，我看得见，也听得清。我知道你没有撒谎，你确实不会再攻略我了。你现在的攻略目标是程星野，对吗？我的攻略失败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。再说了，我跟你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我刚说你没撒谎，你就打我脸。换个人攻略，没几天就官宣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要成功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因为程星也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人，那个女孩你也认识，她就是蒋一瑶。是她？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蒋一瑶，就算她对我没兴趣，我也绝不会退而求其次，去将就选择你。赵有伦，你和她比什么都不是。程星野的妈妈是蒋一瑶的家庭教师，我和她都非常喜欢蒋一瑶。她是竹马，比我更亲密。我们都在等她回国。对于她来讲，你只是一个消遣而已。拜托你醒一醒吧。
他蒋一瑶是你的白月光，朱砂痣，我是范栗子蚊子血，我不如他，但是程心也好歹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不是吗？你自甘堕落的样子，真的让人生厌。你不是一直不屑于理我吗？之前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你看都不看我一眼。那你现在这样，是在做什么？程星野，你忘记你一直爱的那个人了吗？你不是说，为了他可以前途尽毁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？这么伟大的爱情，现在变得这么廉价了？随你怎么想，他是我的底线，请你不要越线。你没事了？没事。你说过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人，和他说的是一个人。我只喜欢过一个人。那我们这样，你不怕他吃醋吗？会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挺开心呀，只要他愿意，做什么都行。你对他很感兴趣。我只是好奇，这个人有多大魅力，能让我们程律爱得这么卑微？他值得。好了，知道你喜欢他，喜欢的无法自拔，不想陪你秀恩爱。走了，再见。啊，我都换攻略对象，怎么今天还是同一个人啊？宿主需要调阅蒋一瑶的个人资料吗？调什么呀？早看800遍了。比起程星野，我跟他更熟。还以为这次会很顺利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哎，你说我之前追周星旭的时候，他就是怎么都跨不过的一道坎，现在好了，那道坎直接平移过来。宿主，你别那么悲观，也许程星野会不一样呢。哼，是不一样，看他这样子呀，比周星旭陷得更深。哎，不过嘛，我也能理解，我也喜欢蒋一瑶，聪明漂亮有涵养，家庭条件优渥，却一点都不骄纵。你这么快就认输了？那不能够啊！程星野一看呢，就是在玩暗恋，蒋一瑶搞不清楚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趁他们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之前，我要抓紧结婚。睡了吗？干嘛？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手说快了，你是不小心点错了吗？13一4，一生一世。
一三一四，一生一世。你说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？没错，这3个分别是下个案子的加班费、车马费和调查费。过几天和我去一趟瑞安山，实地走访取证一下，因为安全措施年久失修导致的游客受伤案。哼哼哼。我会把需要的清单发你，买完记得开报销发票。报销报销，大晚上的，周扒皮都没你会算。当事人以游客的身份来到瑞安山景区游玩，却因为景区内的安全措施年久失修而意外摔伤。按照现行法律，从哪几个方面切入比较合适啊？这个案子适用的法条涉及民法典、安全生产法、旅游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。据我所知，瑞安山10年前就通过招标确认了管理公司，所以管理公司对园区有安全保证义务。只要我们确认当事人的伤是因为设施陈旧导致的，管理公司应当承担法律义务。现场照片还有医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都有保留，证明事故确实与景区内的安全措施年久失修相关。我们到时候现场勘查，再仔细评估一下案件胜诉的概率和赔偿金额。怎么了？上次的伤还没好啊？没有，就是最近没有好好休息。走吧，我们先去景区的露营地休息，明天一早就回去。程星野，程星野，星野哥，这么巧啊！我说你怎么微信不回的，电话也不接的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们了。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露营啊，周新区残的局。再说了，蒋一瑶也回来了。程星野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那你们先玩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走这么快干嘛呀？这是嫂子吧？你这不介绍认识一下？星野哥，你那小视频我们几个人手一个，你就别光顾着谈恋爱了，也介绍嫂子给我们认识认识呗。你好，我叫蒋一瑶，是程星野一起长大的朋友。你好，我叫宋芝，是他律所的实习律师。哇，星野哥，你们律所招聘都是看脸的吗？怪不得把你迷得5迷3道的，这才几天啊就官宣上了啊！嫂子，要不然来我们林氏当法务吧？星野哥给你多少钱？我出双倍给你，怎么样？你小子欠收拾了吧？跟人说话尊重点，别嬉皮笑脸的。星野，这些年过得好吗？还可以。你是不是还在记仇我瞒着你们出国的事儿？你想多了。那既然是我想多了，为什么他们去年跨年夜都去法国看我，你没有去？我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啊？跟别人一块去放樱花去了？那还真是挺重色轻友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去年星野哥在跨年的时候发了一张和一个女孩玩仙女棒的视频。哎，虽然背景不咋地，但还是挺配的呀。话说，这个女孩呢？你和她谈了没？
去年跨年夜和陈星野一起放烟花的不是我吗？我记得去年跨年夜，周金旭还约了人在瑞安山，后边为了易遥，也水了人鸽子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。陈星野，周金旭有事来不了了，让我过来送你回去。正好看到卖仙女棒的，顺手买了点，一起放完吧。这么多，你喜欢这个？呛着了。不是，是香烟的味道，我不喜欢。我小时候总是咳嗽，我妈带我跑了好几家医院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后来，我爸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出差，我就不怎么咳了，才知道是二手烟导致的。虽然我爸对我戒了烟，但从那之后，我就不怎么喜欢烟味儿。周金旭也抽烟。你不喜欢烟，却喜欢周金旭，是不是很可笑？他知道吗？不重要。为了喜欢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，是理所应当的事。就像你爸，不也为了你戒烟了吗？你也说了，是对喜欢的人。两个人相处，沟通很重要，不能只是一味的付出。如果感受到任何的不舒服，应该及时告诉对方。这样，你把我当成周金旭，提一个要求。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？以后不要用它这个，我不喜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的头好直直着，感觉是你，从来坚定又温热。喂，你在哪儿？你说好了陪我一起跨年的。易遥那边有事，我要去一趟法国，刚下飞机，下次。周金旭，耍我很好玩吗？随你怎么想。还有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是你。新年了，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就别理了。手机我先帮你收着，等回去的时候给你。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，还是你因为太沉我失去方向，跌跌撞撞这样不冷了吧？把自己围起来疗伤，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
没事吧？别怕，没事了。你把我放到前面公交站就行，谢谢。你知道哪有吃夜宵的地方吗？什么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度过一劫应该找地方庆祝一下，正好肚子饿了。来了，谢谢，我不饿。我一个人又吃不完，多浪费啊！我以为你很饿，结果你点这么多，却吃这么少，最后还是全进了我的肚子。还有啊，你不能吃辣就少吃点，待会儿胃疼。一会儿准备去哪儿？我当然是回家呀，我们都尬聊一晚上了，你不累吗？那我送你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那个，我的手机。哦。走了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恍然说了。我又没有告诉过他我的地址，他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当晚不跟世界对峙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刻在我心底的名。什么照片啊？你朋友圈设置了3天可见，给我看看呗。哎，人现任在这呢，提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？对，估计就是场无疾而终的普通邂逅而已。小宋，你可千万别介意，咱们老陈这个人私生活绝对干净，就是年纪可能比你大一些，有一些感情波折也属于正常的。那生活还过分激动，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，而我哎，是不是很配啊？是挺配。谁拍的？一个摄影博主抓拍的，我在他主页看到的，就把照片要了过来。原来我最喜欢你。我和程星也认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他的女朋友。他外表看起来开朗，其实内心很孤僻，很难有人真正走进去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他会喜欢上什么样的女孩？今天见到你，我就懂了。那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很漂亮，谈吐也很不错，最主要的是你很单纯，给人一种很纯粹的感觉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笑你，我只是想到某个觉得我有800个心眼的人听到这句话是什么反应。这有些人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隐藏的太深了。好啦，难得出来玩一次，我一会儿还想去那边逛逛。小宋，你要不要一起？顺便帮我拍张照。哎，
我拍的好，我来。人两个女生拍照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好啊。好，看看，挺好看的，找你拍果然没错。人好看，怎么拍都好看。谢谢你，这话我爱听。那我要说点你不爱听的，你会生气吗？说说看。你把我支出来，是有话想告诉我吧？虽然我们刚认识，但是感觉好像认识很久了。你觉得我猜的对吗？你很聪明。其实我这次回国，就是为了你。为我？我从小和程星野一起长大，可以算是青梅竹马。我感觉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喜欢我了，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家庭条件差距实在太大了。他妈妈是我的家庭教师，我父母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。所以你选择了出国，放弃了他。我的学识和教养告诉我，人不能太自我，一定要权衡利弊的活着，不然一定会后悔。我也一直遵照着这个原则生活。既然不能在一起，那就不要开始。所以我选择离开，去追寻我自己的梦想。可是你还是回来了。我后悔了，没想到人在权衡利弊之后也会后悔。你跟我说这些，是想劝我知难而退。在见到你之前，我想过各种拆散你们的办法，但是在见到你之后，看到你这么美好的女孩，我的学识和教养告诉我，人不能这么卑劣。那你的意思是你要放弃？我不知道，我有点舍不得。他曾经在25岁那年，为了我进过局子。啊，你别误会，就是被行政拘留了半个月，没有留案底。但是因为这件事，他从法院退了出来，自己创业开了律所。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影响了他整个人生。怎么会？他和周京旭打了一架，把周京旭打进了医院。是因为你的原因？我问周京旭，他告诉我的。难怪他跟周京旭说，想不想再进一次医院？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你。其实我们并不是恋爱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一言难尽。总之，也是权宜之计。我告诉你这个，不是为了成全你们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在一起，那么谁都能公平竞争。总之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谢谢你，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很感激你今天的坦诚相待。行了，别肉麻了，我的要喘不过气了。这女人之间的友情来的也太快了吧！刚才还不怎么对付的，现在就好了。可能就是表面客套一下，毕竟蒋一瑶这次回来，还不是为了某个人。蒋一瑶经济独立，思想独立，从来都是想去哪儿去哪儿，不会为了某个人停留。做了这么多年朋友，这点不了解。我是没你了解他，但我了解宋芝。你和宋芝认识啊？怎么个了解法？了解又怎么样？不还是留不住？这个宋芝同志确实非常优秀啊，不然也不会让我们老陈这么快就陷进去了。他身上有种吸引力，让人越是靠近，越想靠近。哎呀，早知道就不叫你们两个人来了。
这恋爱的酸臭味儿啊，熏着我。甜。我让你买2个单人的，怎么买了个双人的？双人打折啊，比2个单人的便宜58块钱呢。我这不是想着给咱们律所开源节流吗？放心，发票我都开好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再好也是个男人，不要轻易相信男人，你得保护好自己。怎么，怕自己把持不住？我定了闹铃，明天早上5点，等日出的时候，我们去事发地点看看能见度。知道了，5点起床的牛马。是。你不睡呢？我还不困，你先睡。狗男人，也太难钓了。起床了，时间到了。醒，宋芝。别吵，我再睡会儿。那个猫粮自己去吃。攻略目标答应陪我去瑞安山跨年了，这次我有预感我会成功，到时候放个烟花，弄点氛围，一举拿下他。只放烟花吗？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。当然不，还要吃烧烤，看日出，完美。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？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。一会儿准备去哪儿？我当然是回家呀，我们都尬聊一晚上了，你不累吗？那我送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，不是说吃烧烤看日出吗？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。也只有我才会信你的鬼话。方东阿姨，你为什么要扔我行李箱啊？
你来得正好，这房子我不租了，我儿子要结婚，房子我要卖了，重新买新房，你的东西都在这里，赶紧拿走吧。我为什么要走？我交了3个月房租还没住满，而且我还交了1个月押金，就1分钱不退，就想赶我走。你上次房租晚交了1周，扣掉违约金，没得退。阿姨，能把你们的合同给我看看吗？你是他对象吧？不是说阿姨要欺负你们年轻人？你看，这合同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房租要提前1周交，晚1天扣租金的30%的实拿金。前2天出差手机坏了，晚交了几个。阿姨，我对象并未拖欠房租，合同里约定的支付时间早于租赁时间。这份合同里滞纳金的计算方式和比例都不合理，这是一份显示公平的合约。什么公平不公平哦？反正这房子我不租了，你们要是不服气就去报警，让警察来把我抓走。你这人讲不讲道理？买卖不破租赁，不知道吗？你这人讲不讲道理？买卖不破租赁，不知道吗？没事，那我们按照合同来。租赁期未满，我们继续住，回头把锁放了。啥子意思哦？你们换锁，我就报警。好，您报警，警察来了也只会说这是合约问题，让您找法院解决。您还可以同时到法院起诉，到时候官司打个1年半载。等法院通知我们败诉，要求我们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搬。阿姨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您把他多交的房租和押金给退了，我们马上搬走。你儿子要结婚了，是喜事，我们在这恭喜您，祝您家庭美满。收到了，这是押金单。走吧。喜太好了，成了，记得请阿姨吃喜酒哦。绝对的，到时候啊，请你做底妆。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。谢谢啊。我爸走了3年多了。叔叔好，我叫宋芝，是程星野的同事。我可能要在你们家借住几天，等我找到住的地方马上搬走。打扰了。我爸要是还活着，肯定会追着我骂。陈星爷，你个臭小子，竟然带人小姑娘回家！我觉得叔叔在天上，要是看到你靠自己的双手努力，打拼出这么一番事业，还帮助了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一定很为你骄傲。
累一天了，我想先洗个澡。啊，房间我整理好了，我带你过去。缺什么你再跟我说。赵佑恩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们凭什么撤我职？周景旭，你看清楚，方舟现在是职业经理人在管理，你以为还是你们周家的家族产业吗？商场如战场，小子，失败不可怕，输不起才是。你早就知道，宋芝就是赵佑恩。知道又怎么样？程星野，你还真是个小人，兄弟的女人你都碰。你在道德绑架我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跟你这个富三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还有，赵佑恩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。别再说这么幼稚的话了。那他知道你是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偷窥狂吗？那他知道你是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偷窥狂吗？赵佑恩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？你胡说什么？之前在医院，有人给了我30万。还介绍他的导师给我做法律援助，可这个导师只收过一个叫张晓的女学生做关门弟子，可他大学没毕业就意外去世，而帮我的那个人叫向南，你认识吧？就在昨天，他也死了。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死，难道我每个人都要认识一遍吗？周金旭，你别骗我了，赵佑恩、张晓和向南。他们不仅相像，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出现在你身边追过你。巧合，巧合罢了。他们都是同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赵佑恩，他是攻略者。你知道攻略者？他就是一个怪物，死不了的怪物。他因为你死了一次又一次，这种痛苦，你也应该试试。你以为他跟你在一起是因为喜欢你吗？他是为了攻略我，在利用你。无所谓，只要他活着，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常香野。你和赵佑恩一样，你们都像是一条卑微的狗。他要是知道你看穿他，他肯定会躲得远远的。你威胁我？虽然我不爱他，但是只要我想要，他随时都会回到我身边。别自欺欺人了。你明明很喜欢赵佑恩，只是因为他攻略者的身份，你害怕受伤，想爱又不敢爱，只能通过折磨他，来满足自己拧巴的私欲。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自从他出现之后，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我根本就不会喜欢他，不可能。你人生的失败，是因为自己无能，不是因为赵佑恩。周金旭，我看不起你。
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。周金旭，你好自为之。宿主，我觉得程星野对你绝对不是普通的情感，或许你根本用不着特地去攻略他，就照目前这个进度攻略，他绝对被你拿下。他怎么可能喜欢我？他还有个白月光。蒋一瑶回国这么久，没有发现攻略目标主动接触过，要不你今晚下一剂猛药，直接告白。物业刚才通知停电检修。陈星野，你真的没有交过女朋友吗？你真的没有交过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要不要和我试试？只剩我们而已。你微笑的唇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你，关于你的一切，我都喜欢。那周金旭呢？你对他的喜欢也一样吗？我喜欢他，那是有些事情还是想清楚了再说，免得后悔。是我自不量力。蒋一瑶很优秀，你喜欢他不喜欢我很正常，你也不用拐弯抹角拒绝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之间的事与他无关。那你们之间的事也与我无关。宋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如果爱忘了，泪不想多下，那些幸福而让它替我到达。吵架了？如果爱懂了，承诺的代价，不能给我的，请完整给他。我是不是又失败了？更换攻略对象又怎么样？我还是做不到。宿主，除了我自己，这世界上又有谁会真正的爱我呢？我完成不了我的心愿。别管我多舍不得。如果爱忘了，就放它走吧。那些幸福啊，让它替我到达。疼了疼起來，當撒被帶了大意，要得幾啲着力，東東是個黑天空夢爆地的能有多遠，再像 Prim 的雪山帶黏黏對水。
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吗？我们试试。你不喜欢江一瑶了？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会让你误以为我喜欢他。可是我的眼里看到的，脑子里想到的全都是你。那你刚刚像在法庭上审问被告一样审问我，我回答都喜欢，你就凶我，还警告我会后悔。谈恋爱又不是杀人放火，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我就这样装进我的心窝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到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不生气了好吗？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脸，世界都在变，唯独你傻傻的在我身边，外面太危险，我们勇敢一点，心开始悄悄在改变，你是否用心发现？靠近吧，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，直到你低头就望到我长发，这想法只需要你一句话，哦，别害怕，我早就准备好要给你回答。系统，攻略值怎么样了？宿主，攻略值破100才会判定攻略成功，数据一直没显示，应该还没到，你赶紧再加把火。Colors and promises, how to be brave,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too full,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,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goes away somehow. One step closer. 好好看电影。哎呀，都看了800遍了。陈经理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少女心，喜欢看这种电影？ I love you for 1,000. 哎呀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谁在约会谈宝宝恋爱？不给亲不给摸的。太快了。那什么时候算不快？婚后？陈星野，你也太保守了吧？瞻前不厌，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你？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我还没准备好。准备什么？你说的准备工作就是做体检？对啊，传染病、性病都查过了，一切正常，你可以放心了。我又没有怀疑你的意思。我知道现在社会节奏很快，恋爱也很速食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在一起时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。我想要的不是一时的激情，
是负责任的交往。从法律角度来看，这也算是一种程序正确。程星野同志，你的三观我很喜欢，我也要去做体检。既然是负责，就应该是相互的。不行，怎么不行？程星野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不行，不是，没有那个小雨伞啊，我准备了，放心。哎呀，太小了，根本用不了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？刚才拆的时候也没见你说小。我也没用过，不知道啊。要不下次再。明天还要出差，快点睡觉。蒋一瑶跟我说，你跟程星野住在一起了，原来是真的。我现在是宋芝，宋芝这个人从头到尾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是来羞辱我的，我洗耳恭听，说完就走了，就当我欠你的。我后悔了。其实一直以来我想的都是你。你说什么？你放弃程星野，把攻略目标换成我，这次我们一定可以在一起的。我以前觉得你是一个感情的骗子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想通了。你是攻略者又如何？只要我喜欢你就够了。程京旭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，我没法冷静，我就是因为太冷静才失去你的。在遇见你之前，我度过了一段很黑暗的时光。当时的你，我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你。那个时候的我，因为父母离异，所以经常被霸凌。同学，你们要是再在学校里搞霸凌，我就把这些照片都发到网上去。不论生老病疾，当时你的一句话，让我难堪的高中生活喘了一口气。
我喜欢上了你。后来经过你们班的时候，都会偷偷看你一眼。在知道自己成为攻略者之后，只有一次选择攻略目标的机会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你。但是我没想到，这个决定会让我们两个人都陷入如此痛苦的境地。但我不后悔，当时的你确实是我唯一的选择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程星野也是我唯一的选择。程星野也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攻略的目标不是只能选一次吗？为什么这次是程星野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系统可怜我，给了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现在的攻略目标是程星野。我喜欢他。你恨我吗？我从来不觉得你是一个坏人，一个会为了陌生人挺身而出的人。在他找回自己的初心之后，会重新成为那个闪耀着光芒的。对不起，原来我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傻子。周金旭，我说过别再纠缠他。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。乖，你先回去。你被方舟撤职的事，是董事会内斗的结果。涉及到的经济诉讼，我可以帮你辩护。我不需要。除了我，现在没人敢接你的案子。我不管你觉得他欠了你多少，我都替他还了。是我输了。感情里没有输赢对错，有的只是珍惜。您好，我是程星野的妈妈。阿姨好。那个程星野去出差了，不管他。是小宋吧？你们交往的事情啊，他都告诉我了。阿姨呀，就是等不及了，想来看看你。星野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，他打算告白，我就劝他，人小姑娘还没高考，不要影响她学习。结果没多久，小姑娘突发疾病就没了。我后来就想，如果那天我鼓励她去告白，她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有一个遗憾在那里？去年跨年的时候，为了见喜欢的女孩，特意买了1箱的烟花，说对方喜欢这个。大晚上一个人跑去瑞安山，结果连和人拍张合照的勇气都没有。没多久，那个女生也去世了，听说是跳楼自杀。那天，她失魂落魄的回来，浑身是血，浑浑噩噩的跟我说，她喜欢的人又走了。前阵子她告诉我，
说终于找到他了，我就知道他又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又高兴又害怕。回忆却没离开，还陪着我在这座孤岛上发呆。我的心碎了一半，归还于人海。如你我这一半还迟迟不还。月光皎洁夜晚。看什么呢？魔王？你来我们班做什么呀？我从食堂回来路过。这本书超好看的，你想看的话我借给你。过2天我生日，你能把周金旭约出来跟我唱 K 吗？我请客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帮帮我嘛！好好好。唱的很难听吧？等我以后请你去 Perry 的演唱会，我们看正的。And what I was capable of. 别玩了，我们去找医生，尽快安排手术。别找了，能做早就做了，还不如好吃好喝等死呢。你怎么能认命呢？就算只有1%的可能，我们也得试试啊。那要1%都没有呢？你知道等死是什么滋味吗？你知道我每天醒来有多害怕吗？你说我怎么能不认命？对不起，赵佑恩，无论你做还是不做，困难都会过去，我会陪在你身边，别怕。Heart beats fast, colors and promises. How to be brave?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 to fall?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.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. 下一次，请你攻略我，求你。原来攻略一直没到100%，是因为攻略值爆表，卡 bug 显示不出来。程星野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攻略，攻略系统本来就是为了搜集人类情感存在的，可能受到程星野个人意志影响，攻略名单里才会多出一个名额。为了攻略正常进行，这段记忆被抹掉了。宿主，恭喜你攻略成功。程星野，你在哪里？怎么了你？谁欺负你了？你什么时候认出我是赵佑恩的？团建那次，听到你唱歌，很少有人唱的那么难听，还都跑在一个调上。难怪那天过后你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我告诉了你，你的攻略目标还是周金旭，你会因此讨厌我，远离我。所以，是因为那张银行卡，你知道了我攻略者的身份。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匪夷所思，所以我查遍了所有资料，直到看到一则奇闻，是讲系统与攻略者的。攻略系统一直在收集人类的资料，所以他会找不同的宿主去攻略不同的人。宿主每一次任务失败，就会不断的死去，
再以新的身份出现在攻略者身边。很奇怪，我一点都没有怀疑，一下子就想到了你。明明每次都是不同的你，可就是莫名的觉得熟悉。在医院那次，应该是你第3次攻略。我查到了你的身份后，就开始留意你，观察你，然后在那个街角。之后我去找到了周金旭，从他口中得到了证实。因为我打了他，在里面蹲了半个月，没想到出来以后，你第4次攻略失败，意外车祸。所以，你和周金旭在大学断交是因为我。之后每次在酒吧，你故意试探每个接近他的女人，也是因为我。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找到你，因为每一次你的身份都不同，每一次的面孔也会变得模糊。但我知道，有一件事不会变，就是攻略周金旭。我还以为你之前拒绝我说有喜欢的人，那个人是我。我一直在找的白月光，是我自己。傻瓜。陈星野，我想要离你更近一点。这样的。把情绪摊开之后再藏着，你那么独特，使我辗转反侧，就像长途旅行不停颠簸，把记忆打碎重新。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。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，还是你因为太沉我没信仰？宿主，攻略已经成功，你的愿望回到高一开学那天，现在需要兑现吗？今晚我市有强暴雨天气，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防雨准备。那我们先走喽。
记带伞，在学校等我，我去接你啊。嗯。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酒驾肇事就赔了这么点钱，医药费都不够，伤还不知道养多久。现在工作也没了，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都是我命不好，都怪我，要是我去接女儿，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。哎，别想了，先把家里猫先送走吧。我伤已经好了，我知道你这一年也过得挺辛苦的，我也很累。离婚证你先收好，别让女儿看到。听说你爸妈离婚了，你爸又找另一个？哎，不是，他妈也找了，这邪不合脚，换一双很正常。就是啊，可怜了这孩子。你好，我是攻略者系统，恭喜你被选为攻略者。只要参与攻略计划成功之后，就可以完成一个愿望。我想回到过去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攻略成功。好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一天。你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你的攻略任务完成了。我的攻略愿望是回到高一开学那一天。攻略成功，我要离开了。我知道了。我回去后，我们就是陌生人了。之前发生的一切，就都不存在了。那你要放弃吗？你努力了那么久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不要为我停留，勇敢的去追求你想追求的一切。我会在过去等你。
宿主，我把程星野一起送回来了。我违反了系统守则，系统能量值已经耗尽，即将进入程序报废。赵佑恩，祝你幸福。我正准备给你送送。孩子，你的脚怎么了？这位同学是？我回来了，我来保护你，妈妈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呀！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，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，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，爱了很久，也许会分开。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，我不会再面对你了。曾经被别人取代，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，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，回不去的阴霾，让我为你掩埋。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，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。月亮下的对白，单纯的像小孩。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，这就是。